日是淼淼5岁生辰，我得给她制作一件有爱的纯手工礼物。宿主大人，今天有离婚的想法吗？只要离婚，就能100万倍返还失去的修为哦。我是无上魔帝，无敌世间，再强100万倍又有何区别？1000年前，我以杀正道，登临魔帝之位，可却因为杀戮太多，性情变得暴怒。后来，我厌倦杀戮，隐藏身份来到仙虚，意外遇到了青莹。和青莹成婚1000年，我们恩爱有加，相敬如宾。哪怕我从始至终隐瞒魔帝身份，洗手做羹汤，青莹也从未嫌弃过我修为弱。而且我们有了3个孩子，若是离婚，孩子怎么办？可是天下无敌，天上来敌，你就不怕上界来了强大的敌人？再说你不怕，奴家怕啊！你死了，奴家也活不了啊！来了再说。哎呀，爹爹的小棉袄睡醒了？醒啦，爹爹你在做什么？给你做个礼物。什么礼物？可以吃吗？不能吃，不过挺好玩的。好吧。爹爹，有件事我想偷偷告诉你，但你不能告诉娘亲，因为娘亲跟我说绝对不能跟你说，不然不给我吃糕点了。既然你娘说不能告诉爹爹，那你还说吗？不怕以后吃不到你想吃的糕点了吗？可是我不想瞒着爹爹，淼淼最喜欢爹爹啦！哇，不愧是爹爹最喜欢的淼淼。不过你答应了你娘亲，就不能食言哦，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孩子才行呢。可是娘亲问我，要是你们2人分开，我选择跟谁？我不想你们分开。淼淼，你娘真这样跟你说的？是啊，刚才淼淼还做噩梦了，梦里娘亲和爹爹要和离，我不想你们和离。青娘怎么会问孩子这种问题？难道是她即将突破地境，压力有点大，跟孩子开玩笑？淼淼，其实娘亲是跟你开玩笑呢，你别哭，爹爹和娘亲不会分开的。子轩，找爹有事。爹，有件事我不想瞒着您了。什么事？爹，娘不久前问过我，要是你们注定要分开，我会跟谁？爹，你是不是和娘吵架了？你娘亲还跟你说了什么？还说二弟已经做好选择，要跟娘亲。难道孩子们都知道了，就我还蒙在鼓里？看来我得亲自去问问了。子轩，爹娘没有吵架，你再次好好看好你妹妹，我有点事情找你娘商量。娘子，相公，你有事？多年来都是如此，明明我修为强过他许多倍，却总是发现不了他的悄然靠近。娘子，你这是跟谁传音呢？我师尊跟他禀报修炼进度。不是真话，他撒谎的时候总是不敢直视人，难道是其他的男人？可最近并没有男人出现在他面前。
娘子，你是不是问过孩子们，要是我们和离，他们选择跟谁这种问题？娘子，我们当初早已约定好，有话不藏着，遇事好好沟通。难道是被夺舍了？灵魂状态很稳定，没有被夺舍。相公，我们和离吧。这是要突破地境了。相公，我急需突破，我们的事情之后再说吧。我突破这段时间，应该会有很多人前来，你照顾好孩子。天降祥瑞，龙飞凤舞，这是大地异象。仙虚终于有人证到大地了，我也去看看。是我徒儿轻盈，太好了，他终于要突破了。爹，娘亲这是要突破了。前辈，前辈，姐夫，我姐突破，你好好看好孩子，别让我姐分心，可懂？怎么跟姐夫说话的？二姐，姐夫，别理这小子，我也帮忙带孩子。少爷，两个小鬼，怎么不叫舅舅？哎，你们还反了不成？我是你们舅舅。舅舅，还是正然乖。清安，恭喜了，你媳妇终于要称帝了。何老，好久不见。前段时间忙于练气，不过也完事儿了。你要的武器练好了，从此以后我就不欠你什么了。行，你我互不相欠。龙渊宗道，预祝徐道友即将称帝。仙玉斋道，仙虚当世共有几百尊地级强者，但几千年来无人再突破地境。如今大姐称帝，可谓大事一件。当年我在魔域突破地境时，来的人无一不是男人，都想打断我成名，更有甚者，想在我即将突破的脆弱瞬间将我斩杀。可惜，即便群敌环伺，我依旧突破地境，斩杀一切来犯之敌。随后更是血洗魔域，杀到无人敢称尊，登临魔帝之位。刀尖舔血的日子过久了，才能意识到踏实日子的可贵。来了，这是即将突破到地境的征兆。新的大地将要诞生。帝号无垢女帝。无垢女帝，果然如此，果然如此。无垢地位是仙虚最强也最为神秘的地位，可是获得这种地位之人，想要变得更强，需要断绝情欲，而且是男女之情。青莹不是因为其他男人想跟我和离，是因为想要拥有更强的实力，跟我和离。无垢女帝太漂亮了，气质比之前惊艳了100倍不止，堪称风华绝代。徒儿，你还没跟他说吧？如今你已地境，一刻都不能再拖了，否则一切都将前功尽弃。相公，我们和离吧。给我一个理由。无垢地位，修炼到极致，可以媲美我的永夜地位。也就是说，他若一直修炼下去，将来能达到我现在拥有的高度。实力和我，他的选择
是实力。我想要变得更强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这理由我无法反驳。在他眼里，实力排在我前面，也排在孩子前面。陆清安，你不过一低阶修士，平平无奇，你认为你配得上如今的无垢女帝吗？青莹，不能再浪费时间了。你的地西江城若有影响，他日达不到那一层顶峰。好恐怖的杀意，居然是他！怎么回事？我居然潜意识里觉得他能杀我。算我求你了，看在我们这些年的感情上，给我自由吧。跟我说，有没有人逼你？我已经突破到大地境，只有比我强许多倍的人，才能强势将念头突破到我识海之中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没有，对不起了。那祝你前程似锦。恭喜宿主离婚成功，两人共同修为中，徐清莹的修为几乎可忽略，宿主即刻被分走1半修为。这力量是什么情况？清莹怎么突然从大地境初期一跃进入到大地境第3个小境界？不过这样正好，他越快突破到大地境巅峰，尊上的计划就能越快实现了。终究是错付了。娘亲，爹爹，我不要你们和离。乖，淼淼不哭。孩子们，我已经问过你们，你们决定好跟娘亲，还是你们爹爹？正然、子轩，这2把绝世兵器正是你们娘亲提前为你们准备，过来这边，兵器就属于你们了。往后跟着你们娘亲，以你们的天赋和资质，再有你娘亲的资源，他日绝对能称帝。原来是用我打造的兵器来引诱2个孩子，该死的老巫婆，我干你娘的！爹，孩儿对不起您。以后，爹就管不了你了。好好听你娘亲的话，努力修炼。子轩，过来，此剑就是你的了。果然如此，这2个孩子已经有了思考能力，怎么选择已经一目了然，定然是跟着大帝后期境界的徐清莹了。爹，女儿永远支持你。子轩，你确定吗？子轩，你年纪尚小，还不清楚其中厉害，你要多为自己未来着想。你跟着你父亲，终生无望地境。地境，即使不靠你们，我也能凭借自己的努力达到。姐，你给我闭嘴！再说一句话，我从此没有你这个弟弟。姐姐还是太意气用事了。爹娘都是我们最亲近的人，但硬要选一个的话，最好是选娘亲这个大地境强者。这娃还是太年轻了，不知道资源在修炼一途中的重要性。跟着这陆清安，
他再长大一些，就知道错了。确实如此，这徐清莹一下子跃升到了大地境后期，简直恐怖如斯。这等天赋实力，注定要成为仙虚这边最顶尖的存在之一。不跟着徐清莹，将是他这一辈子做过最错误的决定。苗苗，你呢？娘亲是大坏蛋，我再也不理你了。苗苗，过来你娘亲这里，我们会聘请以厨艺闻名仙虚的强者，天天为你做好吃的糕点和食物。你这个坏人，别跟我说话！爹爹，我们走，我不想在这里了。苗苗，你先睡会儿，爹爹跟他们说几句话，就带你离开。来到仙虚1000多年了，想不到这里依旧不是我的归宿。既然子轩和苗苗选择了我，那我以后就好好培养他们，让他们成为这世间最强的存在。大地境实力好生厉害，希望以后你有2个女儿强。你刚才利用各种东西蛊惑我的孩子，要不是孩子在此处，你已经是死人了。多保重，我此行离去，怕是不再回来。爹不在了，照顾好自己。等等，你打算带孩子去哪里？我们去哪儿，与你何干？子轩和淼淼也是我的孩子，我不能看着他们跟你吃苦。何老是我们仙虚第1炼气师，与你也是故交，你以后不如跟着他一起练气。确实，修炼一途，资质天赋最重要。若是没什么天赋，不如换条路。我是不是还得感谢你们？我知道你心中对我还有不满，但你无法理解我真正的想法。不入大地，终是蝼蚁。等你有朝一日到了这个境界，你才能明白我为什么选择实力。是吗？你觉得你很强？天不生我陆清安，魔道万古如长夜。宿主离婚成功，下面开始100万倍修为返还，返还成功。由于宿主1半修为的100万倍太过恐怖，系统不能快速传入宿主身体，只能先存放在宿主识海里面。宿主想用多少，自行提取使用就行。温馨提示：当前做不到一次性让你释放所有实力，否则这世界将会崩塌哦。这是魔域气息，他是魔域之人，还是大地境巅峰修为。我们仙虚和魔域向来水火不容，他在仙虚如此多年，居然无人发现。大地境巅峰修为，这等实力，放眼整个仙虚，也只有10几人能与之匹敌。他居然是魔域的大地境巅峰强者，怪不得有那么多奇怪的地方。怪不得我每次都发现不了他的悄然靠近，我居然被瞒了这么多年。不过大地境巅峰罢了，我又何尝不是？还真是敢口出狂言。魔族在仙虚这边会有实力限制，我若跟他大战一场，究竟鹿死谁手，尚未可知。青莹，莫要被他影响，你和离算是对了。这小子居然是魔域中人，一直隐藏至今。可见其城府之深，而且那修为也不算强。等你突破到大地境巅峰实力，随意碾压他。以我的天赋，比之魔域那个号称亿万年最强的永夜魔帝，也不遑多让。日后修炼起来，绝对不是普通的大地巅峰强者能匹敌的。不仅居然这么强，不过娘亲的天赋更加恐怖。我的选择没有错。姐，就看我们以后谁更强了。父亲常说让我跟你学习，但我会证明，我比你更厉害。
居然是大地境巅峰。不过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我姐可是无垢地位。静安，你要去魔域吗？不错，我来自魔域，我会在魔域好好培养子轩和淼淼。那以后还能再见吗？以后保持传音联系，若你想见我，来到魔域，我会派人接你。好了，再会。唉，姐夫多好啊！魔域和仙虚互相敌对，他隐藏自己的身份也是有苦衷的啊。他对姐姐有多好，对家人有多温柔，我都看在眼里。实力真的那么重要吗？错过了如此好男人，姐姐将来怕是会后悔的吧。诸位，都散了吧。青莹，莫要再想了，你的地系差点乱了。既然已经过去，那这里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爹，走吧，回你原来的家去。你就不怕吗？那可是魔域，仙虚常说魔域那边危险重重。有什么好怕的？有爹在，去哪里我都不怕。没错，苗苗也不怕，有爹爹在，来什么坏人，爹爹都能保护好我们。确实不用怕，爹爹早就无敌了。走吧，爹爹先带你们去一个藏宝贝的地方。哇，真的吗？很期待哦。爹爹，这里是……算是我的宝库了。刚才你弟不是得到了一把宝刀吗？爹爹把以前的武器给你。那小黑龙跑哪儿去了？让他守在这里，也不见踪影。老伙计们，现身吧！这是什么级别的宝剑？给我的感觉像是超越了10品绝等，从未见过。至于那套铠甲，魔气通过，像是一切伤害都能抵挡下来。老伙计们，好久不见了。子轩，这把绝世宝剑名为九玉噬仙剑，我更喜欢叫它一开始的名字草剑愁。今日爹爹就把这把剑给你了。草剑愁，这是我的宝贝女儿，好好辅佐我女儿，可懂？爹，不行，这把宝剑太珍贵了，我要不得。而且我如今这修为实力也配不上这把剑。哼，就凭你是我女儿，流淌着我的血，这天地间便没有你配不上的东西，只有你不喜欢的东西。爹，这真的好吗？你弟有的你也得有，你不是说也能成为大地境强者吗？在那么多人面前说下那段话，你得努力了。以后看看你跟你弟谁更快突破到大地境修为。谢谢爹爹。不用跟爹客气，淼淼，爹爹也给你一件好东西。爹爹，这是给淼淼的吗？看起来好丑啊！血路战桩，听到没有？我女儿不喜欢你现在的样子，自己变一下，变成小孩子喜欢的样子。这家伙看来还是懂小女孩的嘛。淼淼，这下喜欢了吗？喜欢了，喜欢了，特别喜欢。有了这套血路战桩，即使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任由这世间最顶尖的那些大地境巅峰攻击很长一段时间，也不会受伤。好了，爹爹带你们去魔灵城好好逛逛，走吧。爹，这魔域的城市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呢。我还以为这边的城市会很乱，到处都是打打杀杀。其实魔域这边的城市跟仙虚那边差不多，主要是修炼体系不一样，吸收魔气修炼容易滋生心魔，所以这里的人比仙虚那边好斗一些。原来如此。爹爹，那样东西能吃吗？能，爹爹给你买。那样呢？那是玩的，爹爹也给你买。
远远的就感知到了10品绝等宝剑的气息，还以为感知错了，没想到还真是，哈哈！本帝这一趟没有白跑。哦，行尸宗的人，当年行尸宗老祖在我称帝时围攻我，被我随手斩杀。后来行尸宗在我的打压下没落很长一段时间，没想到1000年后，行尸宗出现了这么一个大地境。快走快走！那是行尸宗大帝，稍有不慎，就会被他炼成尸魁，受他操控。这把宝剑应该是你的吧？此人也是大地境修为，不过魔域的那些顶尖大帝我都记得，而此人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是我送给我女儿的，怎么，你想要？你女儿居然修炼仙虚那边的功法，有意思。我给你们一家子一条生路，把这把宝剑献给我，我放你们离开，不然怎样？把你一家子都炼成我的行尸。哦。哼，你是不愿意了。看来我们行尸宗沉寂多年，魔域很多人都不清楚我们行尸宗以往的强大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今日就拿你来让世人知晓，我们巅峰的行尸宗回来了。废话真多。不，这不可能！好了，当初你们老祖死前说的话跟你一模一样。你们行尸宗这一脉还挺有默契。你，难道你是？堂堂行尸宗大帝，在这人面前居然连抵抗之力都没有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这位至少是大地境后期强者，甚至有可能是大地境巅峰强者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父亲吗？太帅了！想不到向来温柔备至的父亲，居然有这么铁血的一面。苗苗，你不怕吗？不怕，爹爹好帅。我这小棉袄看样子真的有点东西啊，不愧流淌着我的血脉。是谁在本地城里闹事，不知死活？是城主！魔灵城城主可是魔域最顶尖的强者之一，大地境巅峰，听说还是以前那位老魔帝少有的好友之一。这下这人要遭殃了。城主曾颁发法令，严令所有大地境强者在城内打斗，这人会不会被城主直接诛杀？这老东西还是这么爱装。哪来的蝼蚁？报上名来！你爷爷？好死，居然敢！等等，这声音怎么如此熟悉？不是，我看错了吗？果然是你这家伙！这些年究竟去何处了？我找你找的可惨了！别动，晃到我女儿了。不对，等等，你女儿？你这家伙，我就说怎么在魔域这边找不到你，古青你是去了仙虚那边？你家伙突然一走了之，这么多年过去，突然回来，还带着一个女儿回来，这真是你女儿？跟你一点也不像啊，一点凶相都没有。老子的女儿就得长得凶，看看这眼睛，这鼻子不像。模样倒是挺像的，就是不凶，反而香香糯糯的，让人有点想亲近的感觉。爹爹，这是谁啊？他是爹爹以前的朋友，苗苗，你就叫他老不死的。不是应该叫爷爷吗？哈，对，应该叫爷爷。我可比你爹年长了好多倍。小姑娘，你怎么称呼啊？陆淼淼，爷爷你叫我淼淼就行。不知道爷爷怎么称呼？淼淼啊，好听。我叫萧青义，你可以叫我萧爷爷。萧爷爷，萧爷爷。哈哈哈，好，好，好，大家跟我来，我带你们去我家看看。我此次回来就不离开了，
你帮我找一个适合定居的地方。没问题，哈哈，就在我这里定居，绝对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。行。我看你似乎藏着什么心事，有个问题问出来，你可能会不开心，不知道该不该问。那别问。可我实在是好奇，你别生气啊，这2个孩子的娘亲怎么没跟你过来？好吧，你不愿说，那就当我没问吧。继续喝吧，老夫今晚就舍命陪君子，跟你一醉方休。他们娘亲跟我和离了。和离？你们感情出了问题？难道是你不喜欢人家，丢下人家不要了？不对啊，我认识的陆清安不是这样的人啊。他突破到了地境，无垢地位。无垢地位，这可是能够跟你那永夜地位相提并论的地位啊！等等，无垢地位断情绝育，你不会是想让他变得更强，甚至达到你那个高度，然后主动离开吧？我隐居一身修为，陪他在仙虚过了1000年安稳日子。你的意思，他从始至终都不知道你的实力，不知道你是永夜魔帝，然后提前知晓自己会拥有无垢地位，所以提前想好了离开你，并且在称帝之后第一时间当众跟你和离。这天底下居然有这么傻的人啊！他应该是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样的男人吧？永夜魔帝呀，世界无敌的存在，一人杀穿整个苍云大陆，那都是一句话的事情了。我陪你喝一杯。所以你真的已经决定放下这个女人了？你清楚我的为人，过去就过去了。感情这种东西，就像是一面镜子，破镜难圆。好吧，反正我无条件支持你，以后就在我这里定居下来。而且魔域这里也有不少好女人，偷偷告诉你，有几个美女几乎每年都来我这里找你，尤其是那雪天飞。雪天飞？是啊，他在魔域找了你1000年，听说还去仙虚那边找过你，但不小心暴露了魔域强者的身份，被那边的大地强者联手围攻，最终负伤回来疗养了很长一段时间。这小妞是真心喜欢你啊。她还去过仙虚那边？是啊，不过你也清楚，过了那界壁，实力就会大打折扣。她没死在那边，算是福大命大了。如此女人，你怎么就看不上人家呢？怎么，又开始想当你的媒婆了？好好好，当我没说。对了，你那功法给我一本，我让我女儿修炼试试，看看合不合适。那好说，如果不合适，我们再找其他人的功法。姐姐，我睡不着。怎么了？睡不习惯？我明明很讨厌娘亲，但我有点想她。不想他了，我们有爹爹就好了。可是我就是忍不住想到他以前抱着我睡的时候。以后姐姐抱着你睡。姐姐，我们是不是一辈子都见不到娘亲了？会见到的。什么时候见到？等我们都修炼到大地境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去见她。真的吗？会亲自站在她面前，用实力告诉她，她错了。好的，那我开始好好修炼。我们一起努力修炼。
老萧，传功吧。等等，萧爷爷，怎么了？萧爷爷，你这团小雷电能不能弄得远一点？我看着很是别扭。这点小事你应该能做到吧？爹爹，淼淼呢？淼淼，你想修炼了？我要修炼到大地境。好啊，老萧，也给淼淼传功法。子轩这情况多久了？从小就有了。哦，那岂不是跟雪天飞差不多？暂时还没有他那么厉害。不过这种心理上的问题，我也没办法。娘，短短几天，我就突破到了第2个小境界。挺好，你先好好稳固根基，我后面会帮你继续突破。好的，谢谢娘亲。这么快的修炼速度，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。想必用不了多久，我的修为就能超过紫萱姐姐了吧？也不知道紫萱和淼淼在魔域怎么样。紫萱，你觉得这功法如何？修炼的时候可有任何不适感？爹，我感觉这功法挺好的，很霸道，很强大，但是总感觉哪里有什么问题，说不上来。你运转一遍，我帮你看看。这功法跟你的体质契合度是90%左右，差一点。算了，爹爹再帮你找其他功法。你的功法不行吗？我在他还小的时候就让他试过了，还是差一点。爹，我怎么没有印象？那时候你还小，其实你们3姐弟我都试过，我那功法太霸道了。爹爹，淼淼这样算是能够修炼了吗？我的娘的！看样子，我家淼淼比你更适合修炼这功法。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刚修炼这功法就能凝聚出此雷。我收了这么多徒弟，没有一个能做到，不愧是你女儿啊！爹爹，我能做到这样，是很厉害吗？反正比爹爹我刚修炼的时候厉害太多了。是吗？那淼淼有没有机会修炼到大地境界？只要你好好修炼，肯定能的。好耶！那淼淼天天努力修炼。紫萱，你就别修炼这功法了。爹爹再想办法帮你找更适合你的功法。其实，我觉得你可以让紫萱试试雪天飞的那门功法。又来？这次不是为了你的人生大事才给出的建议，而是你没发现他们2人很像吗？或许功法就十分契合呢。那就试试吧。你还和他保持联系吗？能不保持联系吗？唉。说来也是憋屈，你离开魔域后，雪天飞天天逼我找你，每天必须传音汇报。有一天我忘了汇报，结果他直接杀来此处，揍了我好几顿。你也清楚，我不是他的对手，他还威胁我，以后漏一天他就揍我一遍。这确实是雪天飞能做出来的事情，这疯娘们还是这么疯。疯归疯，
可雪天飞的美貌没得说，估计不比你在仙虚的老婆差。魔域这边很多顶级强者都将她视作梦中情人呢。我懂了，当初你一直劝我跟他在一起，你是不是也被他威逼利诱过？没有这回事。你给他传音，让他过来一趟。行，终于不用再天天重复那个任务了。嘿嘿。爹爹，好奇怪耶，外面居然突然下雪啦！萧青叶，你说有要事找我，是打听到了他的消息？不进来坐坐？你这个死鬼，这些年跑哪儿去了？我去哪儿关你什么事？是不关我的事，但你就不能跟我说一声？你可知晓我这些年找你找的有多难受？也就只有陆清安这家伙能治这娘们了，这娘们也只有在陆清安面前才会变成娇娘子。坐下来聊吧，还是和以前一样，那一身毛病都没改掉？没有，改了挺多的。这14、15岁的女子是谁？怎么坐她旁边？小妹妹，让让，这女人不对劲。你就不能坐那边？我这不是很久没见到你，想多与你多聊聊。阿姨，要不你坐我这位置吧？阿姨？不过我可有一个要求哦，我看你好像能让东西结冰，你能不能帮我把外面那只西瓜弄成冰西瓜？冰冰甜甜的东西可好吃了。可以。好耶，那你过来这里坐吧，我坐爹爹腿上就行了。爹爹，这是你女儿？太像了，真是女儿。消失了1000年，回来的时候居然带着一个女儿回来。谁？究竟是谁？居然把我追不到的男人追到了手。淼淼，子轩，叫雪姨。雪姨你好。雪姨好。不只是一个女儿，而是2个。怎么离开了1000年，回来女儿都这么大了？为什么？吃饭吧，吃完我们再聊。多吃点儿，不够吃我再去煮几道。萧爷爷好像不够吃呢。你这个小吃货，还没吃完就说不够吃了。雪姨，你吃这个？不用你夹，我自己来。那雪姨，你能帮我冰一下这菜吗？哇，冰起来果然好吃。淼淼，别动不动就麻烦你雪姨。好吧。子轩，带妹妹回房玩。好的。我也有点事情要忙。你这些年去了何处？我找了你很久，就是找不到。先去。我就说呢，魔域里根本没有你的踪迹。不过我也去过仙虚那边，但差点死在了那里。我从老萧这里听说了此事，伤势如何了？他在关心我。休养了一段时间，已经痊愈了。你在那边成婚了？2个孩子挺好看，也挺可爱的，不愧是你孩子。他人呢？还在仙虚。为何不带回来？还是说你这次只是回来看看我们，之后回去？我们已经和离。和离了？真的啊？那挺可惜了。那你以后还会回去吗？可还有再续前缘的打算？不回去了，破镜难圆。确实，感情这种事情确实是出了问题就无法圆回来了，人要往前看。对了，那2个孩子岂不是没有娘亲带了？比较大的那个孩子还好，小的孩子还小，你有没有考虑过给他们找个后娘？有我带孩子就行了。你总不能又当爹又当娘吧？其实我觉得孩子得有娘带才行，而且还是2个女儿，有些事情你不好插手的呢。以后再说吧，刚和离，我对感情没有了任何想法。好吧，那以后要是想给他们找个后娘，记得跟我说，我给你推荐一个很不错的人选呢。此次我让老萧找你前来，主要是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就你我这关系，
还说请不请的，你直说不就行了？我大女儿需要修炼魔域功法，如今我在找与她十分匹配的功法，想看看你的功法适不适合。这个简单，我把功法传她试试就行。好，多谢了。都说了不用跟我如此客气，那我去找孩子试试。我得多和孩子亲近亲近，争取拿下后娘这个身份。等孩子都喜欢我，陆清安这死鬼再有意见，也只能听孩子的吧。好看可爱的小公主，雪姨来找你了，雪姨方便进去吗？雪姨，进来吧。在做什么呢？好干净，好整齐。我在了解魔域这边的情况。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可以跟雪姨说。雪姨对魔域这边很是熟悉。或者你想出去走走的时候，可以找雪姨，雪姨带你出去玩。好的，多谢雪姨了。没事没事儿，这是雪姨该做的。对了，你爹让我把功法传给你，让你试着修炼一下。你现在有空没有？有空。那好，你在床上盘坐着吧，我直接传你。这雪花规整不移，好舒适。好了，功法传输完毕，你先试着修炼。要是之后遇到什么问题，也可以问雪姨，雪姨会耐心跟你说的。爹，这功法修炼起来让我惬意太多了，一点不对劲的感觉都没有。没错，这门功法跟你完美契合，以后你就认真修炼这门功法吧。不过，要先把你在仙域的功力换成魔域的功力。这怎么转呢？爹爹帮你转，1个时辰就够了。真的吗？那何时开始？现在开始就行。那我先出去。娘，我这是突破到第3个小境界了。不错，按照我的估计，3个月内你便能突破1个大境界。要是紫萱姐姐和淼淼妹妹看到我修炼速度这么快，她们一定会十分吃惊。哼，就算爹爹是魔域巅峰大帝又如何？论天赋和资源，还是娘更厉害。跟着娘亲才是对的。要是紫萱和淼淼也跟着我，那该多好！他们跟着陆清安，恐怕现在连1个小境界都未能突破。不行，过段时间我得去魔域看看。好了，紫萱，你内视丹田，仔细熟悉一下魔月这边的修为功力。哇，真的变成魔域这边的修为了，而且我居然还提升了1个大境界。爹，这是发生了什么？整个魔域也只有你爹我能帮你了。你要是其他人的女儿，得从头开始修炼。至于这突破的修为，是我顺道给你传了点修为，不过不能传太多，怕你根基不稳。我爹最棒了！淼淼，
以后还想吃冰西瓜和追蝴蝶，可以跟雪姨说哦。这块传音玉简你拿着，你可以输入魔气到里面，就能给雪姨传音了。以后有什么心里话想跟雪姨说，可以随时传音呢。好呀。淼淼，你是很喜欢吃冰的东西吗？不是，只要好吃的东西我都喜欢吃。这是小吃货啊，这种孩子最好拿捏了。淼淼，雪姨不是很会做饭，但雪姨可以学，以后多给你做饭，好不好？不用啊，萧爷爷做饭很好吃，以后让萧爷爷做饭就行啦。那雪姨想办法帮你弄来魔域这边很多好吃的东西，好不好？魔域这边可有太多你们仙虚那边没有的东西呢，比如魔丸是一种很好吃的宝物，还有一些丹药，可香了。真的？雪姨，你真能帮我弄来这些好吃的东西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不过我们现在的关系还不是特别亲密，我们的关系变得特别好，雪姨才能帮你找来这些好吃的呢。那从今往后，雪姨就是我在魔域这边第二好的朋友就行啦。第二？第一是谁？不会是你爹爹吧？爹爹自然不是朋友了，爹爹是淼淼最喜欢的人，第一好的朋友就是萧爷爷啊。萧清逸，你竟敢抢我第一名头！不是，姑奶奶，这突如其来的杀意是什么鬼？我没得罪你啊！你们关系这么好了？孩子又可爱又聪明，能不好吗？淼淼，跟你爹爹说，谁是你在魔域这边第一要好的朋友？雪姨。这雪天飞在带孩子时，有点东西啊。何老，清安，我不想继续在仙虚这边待着了，没意思。我能不能去魔域那边找你？何老，发生了何事？你离开时，很多人都知道你是魔域的大地境强者，而你我的关系，整个仙虚都知道。但很多人都说我背叛仙虚，风言风语，还是让我烦躁。行，那你过来吧，在这边想住多久，有我在，没人敢对你出手。哈哈，有你这句话就行了。那我收拾一番，过几天就过去。爹，何爷爷要来这边。好耶！何爷爷，他是谁呢？我爹在仙虚的好朋友。你的前小姨子徐韵仪也想来一趟，不过不是久居，她怕两个孩子离开家里后心里出什么问题，所以来看看孩子。没问题。小姨也来吗？太好啦！我先给小姨和何爷爷打扫房间。陆清安的前小姨子也要前来，姐妹之间一般不仅仅长得很像，性格也差不多，很好。我倒要看看那女人的妹妹究竟怎么样。姐，可有空？我打算跟何老去魔域一趟。你去那边做什么？那边何其危险！何老去见姐夫，不对，何老去见前姐夫。我最近也没事干，想跟着去一趟，顺便看看子轩和淼淼在那边适不适应。魔域那边很危险，你还未突破到大地境界，我不允许你前去。姐，有何老跟我前去，而且前姐夫来接我们，只要我们隐藏好修为，不会有其他事情。看完子轩和淼淼，确定他们在那边过得还好，我就回来。那好吧，我明天一早就出发。姐有什么话要带给孩子吗？你跟他们说，他们娘亲有自己的人生，让他们不要怨我。还有，你自己注意安全，早点回来。在那边时间越久越危险。回来的时候，要是两个孩子有什么想跟我说，你把他们说话的画面录制下来。行，不过你真没什么要跟两个孩子说。这些录制阵法给你，你今夜有什么想说的，录入阵法之中就行。好了，我回去收拾东西了。
尊上。尊上，您能听到吗？何事？启禀尊上，徐清莹已经稳固了大地境后期修为，距离大地境巅峰已经不远，用不了多久，她的无垢地体就能圆满。很好，只要她达到大地境巅峰，本尊的计划就可以正式开始了。弟子提前恭喜尊上。你办事效率不错，这块神明晶石就当是提前给你奖励吧。多谢尊上，多谢尊上。青莹，我这一去，也不知道何时才回来，老夫我就跟你好好道个别了。何老，你确实真的要去那边定居？那边还是过于危险了。我意已决，你莫要再劝了。需不需要我帮你带几句话给陆清安？好吧，这两人是真的无法再回到从前了。何爷爷，我以后真的见不到你了吗？有缘还会见的，你好好修炼，到时候看看你跟你姐谁先突破到地境吧。那行，我走了。二姐，你真要跟着过去？那边多危险啊！别说了，到时候传音联系。姐，我们走了。清安，我已经到了界壁这边，你人在何处？清安，姐夫，何老，你们第一次来魔域？肯定是第一次，有点紧张。你小子可得保护好我们了。放心，在魔月这边，无人能伤及你们。好了，跟我来吧，孩子们已经等着你们了。到了。何爷爷，小姨，好孩子，在魔域这边可还适应？何爷爷，我们挺好的，吃好喝好睡好呢。淼淼呢？很好呀，就是有点想你们了。何爷爷，要不要吃冰西瓜？可好吃了。先不吃。何老，小姨，我和姐姐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房间，来，进来。清安，这两位是？都是我在这边的朋友。你们两人不自己介绍一下？鄙人雷萧大帝萧清怡，魔域这边的顶尖强者之一，也是他的多年好友了。两位道友怎么称呼？原来是萧道友，鄙人何轰，是仙虚那边的一个炼气实力比较不错的小老头而已。徐韵仪，见过萧前辈。雪天飞，魔域顶尖强者之一，也是他的追求者。哈哈，
想不到清安在这边更加受欢迎啊！这两人都是魔域顶尖强者，难道都是大地境巅峰实力？咦，等等，这女人怎么有点像那日被仙虚众多大帝围攻的魔域强者？别聊这些有的没的了，你们远道而来，先休息休息。这徐韵仪连大地境都没有，长相虽然不俗，但气质上与我还是有些差距，实力更不用说了。想必徐韵仪的姐姐也就那样，那蠢女人也就运气好，才能得手这个男人罢了。清安啊，老夫有很多问题想问你。问吧。你跟青莹真的毫无可能了吗？如果你需要我在你们中间做点什么，我一定全力帮忙。不用了，此事就让它过去吧。好吧，那你真打算一直在这边不回仙虚了？好，那我也决定下来了，就在此定居了。反正我这小老头就喜欢研究炼器，其他外界的事情也不在乎。这里给我弄一个炼器的场所就可以了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还能看着这两个孩子健康长大。好，两个孩子也很喜欢何老你。我这段时间让人给你弄个炼器室，以后需要什么炼器材料，跟我说就行了。小姨，你这次要在这里住多久？看情况，小姨尽量在这里多陪陪你们两个。等你们适应了这边的生活，小姨也就回去了。那我们就一直不适应。你这个小机灵。小姨，你看我这修为，你这怎么突破一个大境界了？而且我的修为都已经转化成魔域这边的修为了呢。子轩，你好好告诉小姨，你怎么做到的？我听说仙虚之人到了魔月之中，想要修炼魔月功法，必须舍弃原有的修为才能修炼成功啊！全都是我爹的功劳，还顺势帮我提升了一个大境界。小姨，你可不知道我爹到底有多强。确实强，可就算他是大地境巅峰实力，也不应该能帮你转换修为吧？我爹说，整个苍云大陆只有他能做到。你确定这话是他说的？小姨，爹爹还跟我们说过，他早已经无敌了。无敌？对了，小姨，你看我这把神兵。这是子轩，这是哪儿来的神兵利器？只是看一眼，我就感觉灵魂颤抖了一下。哪怕是姐姐师尊的绝世宝剑，在此等神兵面前，也如同小儿的玩具一般。小姨，这是我爹给我的神兵，名叫九玉噬仙剑，是不是很帅很强？你爹给你的？子轩，你确定这真是你爹给你的？小姨也算是有点见识，这等神兵利器，放眼整个仙虚也没有见过一件。我一开始也觉得自己现在的实力配不上这把神兵，但我爹说是他配不上我。能够拥有这等恐怖的神兵利器，姐夫的实力似乎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啊！小姨，小姨，你看，其实我也有哦。这件看似可爱的小铠甲，居然拥有同等恐怖的气息。小姨，你看，其实我还能让它藏起来哦。你瞅瞅，是不是没有啦？甚至还能变换颜色哦。我这姐夫太过神秘莫测了，他的实力在整个魔月之中究竟排在什么层次？你们娘亲传音来了，要不要跟你们娘亲聊聊？姐，到哪儿了？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？没有，我已经到了他们居住的地方，两个孩子现在挺好的。哦，那还挺快。他们是否在旁边？是的。你有没有什么想跟两个孩子聊聊？你问问两个孩子，
想不想跟我聊你？他们似乎没什么聊的。那好。小姨，我姐和小妹在吗？姐，你在那边怎么样了？姐，你说话呀！淼淼，你在吗？二哥想你了。正然，没事的话，我就先结束传音了。小姨，你先别挂呀！姐，你一定能听到我说的话吧？我这些天可是突破了3层修为哦。你突破3层修为算什么？你姐可是突破了一个大境界啊！ 3层修为很厉害，不好意思，弟弟还是弟弟，我刚突破了一个大境界，而且爹爹还给了我一把神兵，比你那宝剑强了无数倍，没错，就是无数倍。姐，你就吹吧你，被我超越了，你很不服气吧？无知，不跟你说了，你自己问小姨吧。小姨，我姐是不是在吹牛？我就不信了，突破一个大境界，神兵还强无数倍。想不到姐姐去了魔域，吹牛的能力倒是大增了许多。你姐何时吹过牛，都是真的。这么短时间内突破一个大境界，根本不可能。紫萱学会撒谎就算了，妹妹刚过去居然也撒谎。魔域那边还能让人这么快学会？哼，小姨，你就帮我姐骗我吧，不跟你们说了。韵姨，你在那边小心一些。好的，姐。那没事的话，我就结束传音了。娘，姐居然学会撒谎了。她现在心里有一股气，可能也是因为这股气才这样吧。你们是姐弟，别有太大的攀比心。子轩，我知道你对你弟弟做出的选择很是不满，但这是他的自由，你改变不了。不过，你们永远是拥有血缘关系的至亲，这点不会变。这2样东西给你们，是你们娘录下来跟你们说的话，你们自己决定看不看吧。跟姐姐一样，都很嘴硬。我先出去了。姐夫，我能否单独跟你聊聊？他姐都跟他和离了，怎么还叫他姐夫？而且单独聊天，不知道男女单独聊天很不妥吗？这有什么的？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一日为师终生为父，这叫了1000年姐夫，一时半会儿也改不了。你帮谁说话呢？得，说了你又不爱听，那我闭嘴好吧？姐夫，我替我姐给你道歉。你起来吧，又不是你做错了什么。姐夫，你很清楚我姐的性子，我从小被她带大，更加清楚她对实力的渴望。但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如今这般地步，并且没想到她能够放弃现有的一切。你就别说了，如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已经一切都回不去了。而且你道歉也没用，此事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是个好姑娘，但有时候就是太好了。好了，你要跟我说的事情就是此事吗？没有其他事的话，我们回去吧。姐夫，我还想替郑然和我弟道歉。这小女天生道歉圣体。行，你要道歉是吧？那你总得有点诚意，或者有点表示吧。你说我怎么做，你才能接受我的道歉？还真是一根筋啊。那你从今往后就在这里别回去了，做不做得到？我可以先回去好好再道个别吗？好啦，不逗你了，我接受你的道歉，行了吧？你这妮子，不知道怎么说你了。哼。绝了，当真是绝了呀！清安，这都是你的宝物，你居然拥有这等绝世神兵，你究竟从何得来？这等炼器实力太强大了，还有这2件宝物所使用的材料，这种金属我从未见过。老实说，炼制这2样宝物的家伙，炼器水平确实比你强不少。你要是有兴趣的话，我之后把他介绍给你，你向他讨教讨教。真的？这等炼器强者，真的能让我跟在他旁边学习？他不允许，那我打到他允许就行。这事小事一桩。打到允许？
能够炼制出如此宝物的人，实力定然也不简单啊，至少是大地巅峰境界。你确定自己够打？何道友，你还不清楚你这朋友有多强吧？反正你信他的就对了。整个魔域没有人敢不听他的话，不然都得挨揍。如此甚好，那我可就好好虚心向这位强者学习学习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顺势去天宇魔窟一趟，弄点好材料回来。韵仪、子轩、淼淼，你们3个跟我一起，在那边有一个地方可以洗涤你们的体质，让你们将来修炼到大地境更加简单。好，你和老萧就别去了，在那天宇魔窟最深处，要是没有我的保护，你们2人也容易遭险。好，那我们就不去了。好久没来这里了。当年我真正蜕变成魔域最强者，就是从这里开始。在那里面，我得到了诛仙黑焰，之后强势崛起，见神杀神，遇佛杀佛，登临魔帝之位。你们都靠近我一些，等会儿进入里面深处之后，记得不要离开我的能量保护，否则你们瞬间会被里面的魔焰蚕食。子轩，好好看好妹妹，等会儿别让她乱走。好恐怖的气息，这里面一看就危机重重。好了，我们下去。他们那几人是做什么？居然直接往天宇魔窟中心飞去，这怕是不要命了吧？没有圣王境的修为，哪怕站在魔窟上方1里，也容易化成飞灰。没看到吗？那气息显然是大地境，即便是大地境，也不敢靠近魔窟中心。快看，他们竟然飞入了里面！我将这区域分为了3个领域，最中心的地方就是你们站着的这地方，一点淬炼效果都没有，在这里面就能好好休息。外面1丈左右就是第2个领域，你们试着走入那范围，就能感受到身体会有比较强烈的灼烧感，那是在淬炼你们身躯，忍下来就能获得很大的收获，甚至还能有一些修炼上的感悟。只要不出黑盾之外，都算是安全的区域，只是淬炼的效果会更强罢了。记住了没有？好，你们试试。爹爹，好热啊！淼淼，记得爹爹说的那句话吗？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这点苦你要是也吃不下，以后就不可能会比别人强很多。好的，淼淼能吃苦的。这……好了，记得不要出这黑盾之外，即使是有人出现在这附近，也不用理会，他们再强也进来不了。子轩，淼淼，爹爹我要去找一些炼器材料，要离开一会儿，你们好好在此历练，等爹爹回来。好的，好的，爹爹，淼淼等你回来。太好了，这次淬体修炼居然让我觉醒了先天阵体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这种修为之人在里面也不会死亡？等等，这女子这是先天阵体，拥有这种体质之人，修习阵法会变得极其简单，宛如河水一般。这等资质，若是成为我的徒弟，那我的传承就有人继承了。奇怪，这女子身上的修为气息，怎么是仙虚那边的灵气气息？这人是大地境巅峰修为，这样看着我们，定然不怀好意。不知道姐夫布下的黑色光盾能不能保护好我们？爹爹说了，只要不走出这个光盾，那就没有任何东西能伤害到我们。你来自仙虚？你不会说话？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我没有伤害你们的打算。这么突然的态度转变，谁信啊？这女子怎么回事？仙虚那边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太奇怪了。罢了，先天阵体太过稀少，这种人才我必须把握好。我发现你有先天阵体，而我是魔域这边阵道最强之人，见到你如此天资卓绝之辈，诞生了收徒之心。你有没有想法接受我的毕生阵法传承？好厉害的阵法，恐怕仙虚那边最强的阵方师跟眼前这位也没有任何可比性。你确定真要收我为徒？我已经确定你来自仙虚那边，
这会影响到我之后的教学。只要你答应我废掉这一身修为，重新修炼我们魔域的功法，我便将我毕生传承传给你。重修？我辛辛苦苦修炼到这个境界，距离大地境也并没有多远了。小姨，不要！子轩，你是发现了什么问题？小姨，父亲能帮我转换修为，应该也能帮你。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爹爹回来啦！爹爹，姐夫，喊我爹爹、姐夫，等等，不会是我身后有人吧？不可能，我乃大地境巅峰强者，更拥有强大的阵法预警，不可能有人能悄然出现在我身后。你是谁？不是，怎么回事？这人身上的气息怎会如此恐怖？魔域之中何时出现如此恐怖骇人之辈？问你话呢，你是谁？我叫洛丹红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姐夫，他刚才主要是跟我说。他说了什么？不久前，我在此处觉醒了先天阵体，这位前辈发现后要收我为徒，但需要我将这一身仙虚修为废除，重新修炼魔域修为。小姨子确实觉醒了先天阵体，这个洛丹红身上没有敌意，阵道实力确实不错。不用废除修为，你是否想拜师？如果要拜师，你应该是不能经常回仙虚那边。有点想，但我总不能一直在这边吧？你如果是因为你姐和你弟才有什么顾虑，那我劝你不用理会他们。你姐如此在乎实力，若你跟她说想要在这边提升，她自然是同意的。那我要不考虑考虑，反正也不急着回去。不是我收徒吗？怎么没我说话的份儿？你真想收他为徒？你应该已经很清楚我的实力了。若是你敢对他有什么坏心思，整个魔域乃至整个苍云大陆都没有你的容身之所。我自然不会有任何坏心思，您放心。那行，我准备离开此处去魔灵城，你要跟着还是有事情要忙？若是有事要忙，留个传音印记。我没事儿。行，一起走吧。你跟魔域最强镇虚师黄浩什么关系？可是他徒弟。他不是魔域最强阵法师，我也不是他徒弟，他是我师弟。他是你师弟？我从小跟他一起拜师，快他些许入门，确实是他师姐。但我和爱出风头的师弟相反，我更喜欢闭关研究阵道，所以我的阵道实力一直比他强。有一次我闭关3万年，出关后却发现人人都说他是魔域最强阵法师。这老东西真不要脸啊！不过也确实符合那老东西的个性。既然他是你师弟，那你给他传音，让他来魔灵城见我。您认识我师弟？我们关系挺好，你或许听闻过我的名号。在我出关后，师弟一直吹嘘他是永夜魔帝的好兄弟，您难道就是永夜魔帝？什么？姐夫居然是永夜魔帝？小姨，永夜魔帝很厉害吗？当然厉害了，永夜魔帝，魔域亿万年最强天才，称帝之后，大地境初期的实力能够碾杀大地境巅峰老魔，整个魔域无人不识永夜魔帝。原来父亲这么厉害啊！好了，我们走吧。不是，怎么就出去了一会儿，就带着一个女人回来了？这男人魅力太大，就是容易招蜂引蝶啊！老萧和老何呢？他们去后山打造炼气室了。好，那我去看看。你们商量你们自己的事情。你要是做不了决定，可以给你姐和你弟弟传音，征询他们意见。若是确定要在这边久留，再来找我，我帮你将修为转换。好的。什么？他要在这边常住下来？道友，怎么称呼？我似乎没在魔域之中见过你。
洛丹红，道友应该是大名鼎鼎的雪天飞吧？哦，你认识我？我师弟在我这里提过几次你。我师弟是黄浩。你是黄浩师姐？原来是黄浩那家伙的师姐，怪不得被他带回来。应该是给那女人传音吧？那蠢女人最好别让徐韵仪留在此处，如此洛丹荒也就不能在此处了。姐，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，我想在这边长居下来。姐，你听得到吗？你是不是在那边发生什么事情？不会是遇险了吧？没有遇险，反而遇到了一个极大的机缘。不久前，我在姐夫的帮助下觉醒了先天阵体。先天阵体？先天阵体，那不是只在传说之中才有的体质吗？你确定？确定的。魔域这边一个极其强大的阵法强者，看到我拥有这种体质，想要收我为徒。他刚好还是姐夫一个朋友的师姐。你确定没骗我？怎么听起来事情太过巧合了？刚好是他朋友的师姐。二姐，你不会是被骗了吧？你确定一切都是真的？我怎么感觉这一切都是陆清安那家伙编织的一个骗局？姐夫不是这样的人，姐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姐夫的为人。而且，这位阵法师认识姐夫也是正常，因为姐夫身份很特殊。我也是刚知晓不久。谁能想到，姐夫居然是魔域这边鼎鼎大名的永夜魔帝？姐姐想追求的境界，居然是姐夫已经拥有的境界。不行，姐夫的身份现在还不能告诉姐姐，以免影响姐姐的道谢。他能有什么身份？不就是魔域的一个大地境巅峰强者吗？我们姐以后肯定比他强，成为仙虚这边最强的存在，与魔域最强的永夜魔帝并肩的存在。反正姐夫在这边很出名，很强大，很多人都给他面子，几乎认识所有魔域顶尖强者。好，即使你说的都是真的，但你在那边，你那一身仙域修为怎么办？两边的修炼体系本就有些不同，这会有极大的影响。姐夫会帮我将仙域的修为转化成魔域这边的修为。屁！二姐，你平日里也不会这么蠢啊！你居然相信他这狗屁话！正常人都清楚，仙虚的修为不可能转换成魔月的修为。姐夫应该是有能力的。不是，二姐，你是不是被那家伙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你怎么如此相信他呀？你别如此说姐夫，姐夫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跟姐都很清楚，我完全相信他。大姐，你看看二姐，她怎么就不相信她的至亲弟弟呢？非得去相信一个他姓的人，我这都是为了他好啊！我原以为自己很了解陆清，但现在看来，他有太多事情瞒着我。韵仪，你先别急着做出决定，好好思考思考，这一切是否合理。如今你在那边，我们都不太清楚你的情况，只有你自己能够判断。姐，我很清楚自己正在经历着什么，这或许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机缘。那这样吧，你回来一趟，我们好好聊聊。如果你回来后还是决定去魔域长居，那便由你。好，那我和姐夫说一声。也不知道瞒着姐夫的身份是好是坏。姐夫，我决定好了，以后留在这边。但是，我姐怕我做出此决定是身不由己，所以我要回去一趟，需要麻烦姐夫你带我回界壁那边一下了。没事，小事而已。何时出发？直接出发吧，何时再回来这边，我届时再给你传音。用不用跟两个孩子说一声？不用。那好，那出发吧。姐，我回来了。一个是仙虚境内最强的阵法师，另一个主修神魂。看来姐姐怀疑我是不是被控制灵魂了。二姐，来，过来坐着。行行行，我自己还不会做吗？姐，此次我回来，主要是想跟你们好好道别一番，之后我可能会很少回来。韵仪，你此次能够回来，说明你并没有在那边遇到险境，但我们还是没有完全排除你被骗的可能。我都回来了，说明我没有骗你们。而且，你们再看看，这是否就是先天阵体？确实是先天阵体。难道韵一说的都是真的？二姐，恭喜你觉醒了先天阵体。不过，你真的确定他能将你的修为转化成功？你见过他给别人尝试？何老不是在那边吗？让他先给何老试试。何老已经是大地境修为，与我情况不一样。
不过姐夫能否也帮何老转变修为，得看姐夫怎么说。反正我是相信姐夫的。二姐，你就别再叫他姐夫了，他已经不是我们的姐夫了。我就叫姐夫，你管我？二姐，你……韵一，你弟也是为你好。姐，我跟你们说了很多遍了，而且我也不是小孩，我做出的选择若是有任何问题，我自己承担结果。韵一，就算你没有被骗，但你真的有必要在魔域学习阵法吗？我跟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仙虚最强的阵法师张怀仁张道友。你有先天阵体，在仙虚拜师不是更好？张道友，你对韵仪这先天阵体可否满意？若他拜你为师，可否将毕生所学教召给他？这位小友如此天赋，我定然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。而且魔域最强阵法师算什么？来到老夫面前，老夫将他当蝼蚁般虐杀。张道友，要不你施展出最强阵法，让韵音看看？行。如何？这就是最强阵法，连落丹红随便一个阵法都比不上。前辈，算了，我意已决。韵仪，你莫非认为那人的阵道实力比张道友更强？哼，没有眼力罢了，我也不是很想收徒，还是自己一个人清静。好，你若是依旧如此选择，那让你姐放心，你先让这位道友测测神魂吧。就怕你被不轨之人施展了什么魔功，影响了神智。你觉得如何？我说了，我真的没问题。算了，你们测吧。贾道友，开始吧。好。林道友并没有问题。居然没有。贾道友，就按照我先前说的来做吧。你确定吗？确定，之后我会给你好处。好。徐道友，你妹妹被人施展过特殊的神魂秘法。什么？你胡说！我就说事情不简单。青莹，不能再让你妹回魔域了。这两人应该是联合起来，非要把我留在这里，甚至有可能姐姐也在其中。韵仪，我总感觉你的情况不对劲，你就好好留在仙虚一段时间，如何？陆清安那家伙真够歹毒的，居然用这种手段。姐，你不信我？不是我不信你，而是你这情况与你撒不撒谎无关。你觉得姐夫真的会对我用这种手段吗？为何非要留我在那边？你跟他在一起如此多年，难道还不了解他的为人吗？哼，反正你先留在仙虚这边，之后的事情之后再说。没错，玉仪，你要清楚，我们都是为了你好。你若是没有觉醒先天阵体，或许还不会遇到这种事情。但如今你已经觉醒了先天阵体，这等天赋就很容易让你成为别人惦记的对象。林清雪，我姐变成如今这般模样，就是与你有极大的关系。如今还想影响我，你还有没有大小？我就没有，我早就看你不爽了。我很清楚自己的情况，还被人施展了魔道秘术，影响了神魂，你才全都被影响了神魂。好啊，青莹，这还是你妹妹吗？只是去了一趟魔域，归来便如此了，你还敢让她再去一趟？我劝你还是赶紧用手段困住她，别让她回去了。韵仪，你可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我在骂一个婊子。你气死我了！看来我是很久都没有好好管教你，让你想动手，来啊！有本事杀了我！从小到大，妹妹都十分温文尔雅，说话温柔可人，现在这模样完全像变了个人。看来师尊说的对，她的确被施展了魔域秘术。韵仪，你把武器放下，否则就别怪姐姐不客气了。二姐，你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
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青莹，拦下他！实在没办法，先把人打晕。好，非要动手是吧？那我今日就死在此处！玉姨，你莫要做傻事！二姐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做什么？是你们在做什么？我有自己的自由，我的命运我自己掌控。玉姨，你别过来！你们谁再过来一步，我就死在你们面前！大姐，别动，我们都别动。二姐的性子你也清楚，绝对会说到做到。去界壁那边要飞行1个时辰，现在只能利用阵法逃离。我此次离开就不回来了。若是你们还当我是你们的妹妹和姐姐，相信我，林清雪这婊子信不过。走得了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哼，青莹，你刚才也看到了，你妹妹性情大变，和去魔域前截然不同，这很明显是受到魔域秘术影响的结果。难道妹妹真的被魔域动了手脚？青莹，你是无垢女帝，应该最清楚魔域秘术对神魂的侵蚀有多可怕。若不及时驱除，韵仪必然会沦为魔道傀儡，到时候一切都晚了。师尊可有办法驱除？张道友和贾道友可以联手施展一套上古秘法，将这种魔域秘术驱除。不错，徐道友请放心，我与贾道友配合多年，这套秘法施展过多次，从未失手。只是需要一些时日，期间韵仪姑娘不能与外界接触，以免魔气反复。徐道友若是放心不下，可以每日来探望。青莹，你放心，为韵仪驱除干净后，我自然会放她出来。好，那就依师尊所言，也劳烦两位道友了。尊上，何事？启禀尊上，弟子找到了先天阵体。您曾经说，先天阵体也对你有极大的帮助。不错，若是能齐聚无垢地体和先天阵体，本尊不仅能重获新生，还能从上界带来更多的东西。恭喜尊上！待尊上重回巅峰，必能以真身降临此界，横扫苍云大陆，指日可待。爹爹，雪姨回家办事都快3天了，苗苗想吃冰西瓜和魔丸，还想看雪花蝴蝶。爹爹，你带我去找她吧。行，带你去魔心城逛逛也不错。爹爹，这就是魔域最中央的大城魔心城吗？是啊，走吧，带你去你雪姨家里逛逛。爹爹，这里不会是雪姨的家吧？打生打死都抢不来这么多财富啊！这富婆经商能力这么强吗？爹爹，快进去看看！您好，欢迎两位来到双皇天阙，不知两位需要什么服务？一个迎宾侍女就有渡劫境，有点东西。有什么服务？容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请看这一块阵法光幕，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提供的服务呢。这些东西是谁想的？自然是我们雪会长啦。哦，厉害，这小娘们儿真有本事。您需要什么服务呢？特殊委托吧。好的，您可以详细说说需要我们做什么，我帮您登记。帮我跟你们会长说，我带着苗苗来找他。您找我们会长？我们会长轻易不见人，而且最近在忙很重要的事情呢。没事，你就跟他说是陆清安找他就行。难道这人是会长的狂热追求者？虽然每天都有不少这样的人找上门，但带着一个如此可爱的女孩子前来，还是头一回呢。美女姐姐，快点嘛，告诉雪姨我来啦！这小妮子好生可爱，不过
他喊雪姨，难道他们两个真的认识雪姐姐？那我跟我们会长说一声吧。雪姐姐，外面来了一个叫陆清安的客人，说带着淼淼来找你。什么？刚才的声音怎么不像我印象中的雪姐姐？平日里雪姐姐可是十分高冷的，刚才怎么那么高兴？难道是因为这父女二人？雪姐姐居然有这种笑容，这还是我印象之中的雪姐姐吗？雪姨，雪姨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找个人少的地方聊。小丽，处理好这边的事情。雪姐姐主动去牵一个男人的手，疯了！这世界疯了！雪天飞前辈呢？刚才你们看到没有？雪天飞前辈好像牵了那个男人的手，他是谁？我看他身上也没有多强的修为气息啊，凭什么？我们雪雪的手岂是他能碰的？脏了，我的偶像脏了！那个，刚才不好意思哈，那边人多，所以得赶紧转移，所以匆忙之间才牵你。这男人的手怎么这么好摸啊？哼，明明每天都要洗几十次手，心里才会舒服的，现在都想忍着几天不洗手了。没事。对了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爹爹想雪姨啦，所以就来找雪姨啦。淼淼，撒谎可不行哦。肯定是淼淼想找我，不过淼淼能这么说，至少说明淼淼已经能接受我了。之前的努力好像有成果了呢。你的事情处理完没有？还没有。从账单上看，我们商会一群长老之中，应该是有1、2人有问题。我最近一直在整理清单，找出问题根源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你能怎么帮忙？当然是靠武力了。那试试，我把他们集合起来。行。随便做吧。这人是谁？居然跟我们会长一同前来，长相这么年轻，气息不显，定然不简单。咦，不对，这身材1000年前，永夜魔帝与雪家合作，清灵双环天阙，我有幸见过他一次。这身材跟永夜魔帝一模一样，且此人与会长同时出现。传闻永夜魔帝闭关出世不久，难道此人是永夜魔帝？这杀神来这边是要做什么？人都齐了，今日请大家过来是要聊一件事情。我发现我们雪家高层之中，似乎有人在暗中使坏，用一种特殊手段谋划着什么事情，并且引出了不少问题。简单说，就是有叛徒。会长，可有什么发现？若是找到了证据，直接把人揪出来就行。我们绝不容许有害虫存在。你们2个出来。我？没错，就是你们2人。莫非这2人就是内鬼？清安是用什么手段发现？出来！会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说出你们的名字和身份。他说什么就是我说什么，你们听话照做就行。雪天运，雪家10长老，
雪江红，雪家13长老。我问的是你们真正的名字和身份。我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会长，这位道友是谁？我怎么感觉他是故意在针对我们2人？在我面前还敢装傻？如此轻松随意地镇压一个大地境中期强者，此人定然是大地境巅峰强者。如此恐怖的威压，看来我猜的没错，他就是永夜魔帝。你也想跟他一样？不管你要对我们做什么，我雪家之人绝不会臣服。诸位，你们确定真的要看着一个外人再次欺辱我们？还挺嘴硬，再不说实话，那就永远闭嘴吧。这2人选择雪家的2个长老进行夺舍，应该是想对雪家和商会做些什么。不过应该无法夺舍大地境巅峰，否则雪天佩就危险了。这2人果真有问题。不管你是谁，也不管你为何能发现我们，既然都到了这个份上了，那我们也没必要装了。我还是喜欢你刚才那样说话，恢复一下吧。不可能！我们利用秘术，实力比肩大地境巅峰实力，竟然连这家伙的威压也抵抗不了。这就对了，我还是喜欢你们这种姿态跟我说话。来吧，详细说说你们来自何方组织。你是谁？是我在问你们是谁，而且我耐心快被磨完了。好，我承认你很强，不过那又如何？你杀不死我们。记住，我们迟早会将雪家攻陷，也会找到你小子，让你小子知道阻碍我们的下场有多悲惨。看来你是觉得自有能力在我面前逃走了。我有点好奇，你哪里来的自信，觉得自己能逃走？你真觉得你自己很强？在我们尊上面前，你依旧不够看。等着吧，终有一天你会今日的行为感到后悔。尊上，这称呼听起来有点东西。这样吧，要是你们逃得了此处，帮我给你们尊上带句话。以后这雪家商会，我永夜魔帝罩着了。你们有胆再来，来一个我灭一个，来一群我送你们团聚。永夜魔帝，他竟然是永夜魔帝，果然是他。别急，慢慢来，我给你们时间。这就是苍云大陆最强者吗？太他娘的霸气了，太他娘的无敌了！不愧是我喜欢的男人，简直太帅气了。永夜魔帝是吧？你再强，你也拿我们没有办法。记住，迟早有你的苦头吃。看样子你们逃脱手法已成，那你们可以逃了。等着，我们一定会再回来。不可能，怎么会如此？你怎么能阻止得了我们这手段？灵魂被炙烤而死，这种死法太惨了。别怕，我就是简单的搜一下你个狐狸。
所谓的尊上，居然来自上界，还和林清雪有关联。看来徐清莹也危险了。娘，我突破一个大境界了！不错，正然，你的天赋比娘预想的要好。那当然了，娘，我现在的修为肯定超过姐姐了，估计姐姐在魔月那边只能突破2、3个小境界罢了。正然，娘刚才突破到了大地境巅峰，等会要去找你灵师祖，问问如何巩固修为，顺便去看看你小姨。娘，我总感觉小姨被灵师族带走，不是什么好事情。现在回头想想，我也感觉有些不对劲。但韵一确实有被魔域秘术侵蚀神智的可能，事已至此，只能希望有个好结果了。你记住，要是娘遇到什么危险，你就去魔域找你爹。娘，你可是大地境巅峰啊，谁能伤你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心绪有些不宁。好了，娘先走了。爹。爹，正然，有事？爹，你们在魔域那边还好吗？紫萱姐姐现在到什么境界？一切还好，紫萱已经突破2个大境界。什么？2个大境界？爹爹亲自这么说，肯定不会骗我。难道小姨之前说的都是真的？她没有骗我们。不好，小姨和娘亲有危险了。爹，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，关于小姨和娘亲的。不要慌，有事慢慢说。怎么了？韵仪在仙域出事了，我得去一趟。青莹，你妹妹的魔气驱除已经到了最后阶段，由一位叫尊上的远古大能亲自出手，他的实力不在魔域那位传闻中的永夜魔帝之下，你就放心吧。那见这位尊上，我需要注意什么吗？你放心，等会儿我做什么，你跟着做什么，简单行个礼就行。尊上更在乎我们的价值。尊上，尊上，你终于来了。这尊上，听声音是一位年轻女子。徐清莹见过尊上，不错不错，终于突破到大地境巅峰了，承蒙尊上关注。你应该知道我叫你过来是为了什么事情吧？是为了韵仪驱除魔气之事。不错，要为徐韵仪彻底根除魔气，还需要一样东西。尊上尽管说，不论是什么，我定当全力以赴。我需要你的命。尊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青莹，是时候告诉你真相了。你妹妹的先天阵体和你的无垢地体是尊上最完美的容器。什么？从一开始你就在骗我！你把我妹妹怎么样了？韵仪，姐姐，快跑！林清雪那婊子想让尊上夺舍我们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。来到这里，还想负隅顽抗吗？姐姐，韵仪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害了你。无垢地体先天阵体，乖乖成为本尊复生的容器吧。想对我的人出手，问过我了吗？怎么可能？尊上的术法可以轻易灭杀大地境巅峰强者，居然被他如此简单化解了。魔域的气息，是你！你在雪家商会破坏了本尊的计划，你是永夜魔帝！什么？他居然是永夜魔帝？难怪有那么多我看不透的地方。韵仪，你没事吧？姐，我没事，幸好姐夫来了。韵仪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永夜魔帝，本尊不想与你为敌，你我井水不犯河水如何？本尊只是想利用仙虚的一些资源重返上界，魔域的东西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一概不动。我倒想看看，只敢躲在光门之内的所谓上界大能，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！找死！真以为本尊怕了你不成？该死！居然敢让本尊本体受伤！所谓的上界大能，就这点本事？
是忠心耿耿啊！能被本尊夺舍，是本尊给你的恩赐。这具身体虽然差了点儿，但还勉强够用。上界之力，久违的感觉，永夜魔帝，受死吧！永夜魔帝，受死吧！尊上的气息越来越强了，恐怕已经超过了大帝境界。姐夫能打得过吗？他一定能行的。清安，我们来助你。老夫这把老骨头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，让上界来的东西见识见识仙虚第一炼气师的手段。打群架怎么能少了我？你这家伙每次都一个人扛。魔域第一阵法师可不是白叫的，正好拿他试试我的新阵法。一群蝼蚁也敢叫嚣？你们没让本尊得到最完美的容器，今日本尊就送你们一起上路。你们退后，他交给我。系统，我现在能用多少倍修为？检测到宿主面临上界之力加持的神明境强敌，可用1000倍哦。才1000倍吗？这上界也不过如此。什么1000倍？实力的1000倍。实力的1000倍，怎么可能？竟然是超越上界的力量！想让我死，那我就拉上你们所有人陪葬！姐夫，想让我们陪葬，就凭你。系统，再来1000倍修为增幅。收到。天地有信，才让你从上界偷偷溜到下界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将你镇压，永镇天地裂隙，让上界之人无法再觊觎下界。哇，爹爹真厉害！清安，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回家，然后好好过日子。回魔月的家还是先虚的。姐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不快去追？清安，之前是我错了。